是不是总觉得读了那么多书，薪水怎么还没有增加？感情好像也不是很顺遂，体重还一直往上升。人家读书都有用，而我读书却在原地踏步。一书一世界，欢迎来到 Maggie 聊聊书，让我们开启心灵的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《极简阅读》，作者是赵州。这几天看了很多翻译书，终于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。那我稍微比较了一下，中国人很爱讲道理，西方人则比较注重数据。那我个人呢，比较喜欢看数据，因为没有人喜欢听道理，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比较喜欢所有的结论都是经由数据分析过后得到一个最好的方法，这样会比较让我幸福。那你跟我说吃蔬菜对身体比较好，那我就会有一些疑问在，谁说的？有没有数据报道？那吃蔬菜这个东西是对每个人都同样适用？没错，这本书的首要重点就是要你怀疑。这本书没有太多的研究数据报道，而且里面几个大重点跟我之前讲过的书有一点点雷同。第一个当然是鼓励你要怀疑，它里面举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有一位烟草研究的讲师到一间小学去做演讲，一名小学生就举手发问啊，他说他妈妈跟他讲说，所有的烟草都是对身体不好的。讲师并没有直接回绝这个孩子的问题，而是让他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不好，不好在哪里，对谁不好。甚至到了最后，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你妈妈跟你说巧克力对小朋友是不好的，你们相信吗？全场的小朋友都说不相信。这个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思考的重要，并不是爱你的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，甚至很多的书籍或者是专家，他们所提出来的方法也未必适用在每一个人身上。无论是减肥方法、读书方法或是时间管理方法，每个人能承受的压力或者是能承受的考验方式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方法也会不同。读书也是一样，你必须去思考什么样的方法适合你。书中将学习者分为3种，分别是初级、高级以及学习促进者。初级学习者呢，这种学习方式就是像我们一般在上学一样，老师在课堂教着书，学生被动的在底下吸收知识，然后背课文啊，考试，这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学习方式。第二种人是高级学习者，这种人可以将知识运用在生活之中，而这一类人通常会自我思考，怀疑所学习到的东西，并且在生活上做事业。他们可能是出版社的编辑，也可能是电影节目的制作人，又或者是行销人员等等。他们不是墨守成规，跟着书上的指令去做，而是除了书上的建议之外，他们会试着找出更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学习。第3种，学习促进者，这一类人就伟大多了。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教会别人，在教学的过程中，你学到的绝对会比被教的那个人还要多。这类人通常是精神领袖啊、将军啊、领导者，他们有强大的解决问题能力、整合团队、落实战略的能力。他们除了自己学习外，还对社会创造价值，照亮别人。当然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学习促进者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想办法让自己变成第2个高级学习者，将我们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里面。那么该如何做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思考，在我们接收到任何事物的时候，试着去思考，甚至去思考我们平常就能接触到的东西。譬如水为什么会往低处流？因为它是液体，因为地心引力。如果它变成体积，又会是怎么样？其实动脑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甚至比劳动还要辛苦。但是你一旦养成动脑的习惯，那你就会越用了越能发现问题所在。第2个，输出。无论是你试着讲给别人听，又或者是你将你看到的内容试着用自己的话语书写出来，都是一种输出的方式。只有你在输出的时候，你才会
去思考刚才学到的东西可以跟我之前的经验怎么样去做整合。倘若我遇到类似的问题，我会做什么样的反应？我下一次怎么做才可以更好？写下来，记录下来，同时也是放慢你的脚步，去思考如何改善自己，如何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生活上面。这本书非常的浅白，里面还提到了便利贴学习法，但是因为我平常就有写日记、行事历的习惯，所以我就并没有用这种方式去做我的思想管理。但至于适不适合你们，那你们就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了。好啦，今天 Maggie 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分享给你周围的朋友，或许对他们有所帮助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我读书心得。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学习成长，不妨订阅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